戒指折好，电子消费都是。经过了昨天上海虹桥度过一夜之后，现在我们抵达了成都的双流机场。现在我们降落的这个双流机场是比较新的机场，成都还有另外一个天府机场，距离这边大约80公里的路程。以 G318川藏线来说，在双流机场这边出发是更为合适的。有没有发现现在讲话的语速变快了？现在还在等行李的过程中，时间下午1点整，估计等一下把车子全部组好，可以正式出发的时间也要等到下午3点。基本上骑不到120公里之外的雅安，今天我也没有打算骑得太累。今天的主要作业就是先买一个行动电源，然后加减骑个30-50公里就好了。也因为这次不需要在野外露宿，所以在行李上面就会有所取舍。但也因为高原高海拔的缘故，到行程的中后半段，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所以保暖的衣物几乎都留着。但是那一件黑色大的厚重的羽绒外套就把它拿掉了。那一件虽然猛，但是实在是太厚重了。之前在北海道，我也几乎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上。这一次住旅馆睡觉的时候不至于到这么低温，所以就拿掉了那一件。通常脚踏车都不会出现在行李转盘上，而是由海关人员从另外一个小门通过 X 光机走出来。谢谢。为保障您的推车平安出。这个不要了。谢谢。好了，现在煮车煮了40分钟，中场休息一下。刚刚在煮前货架的时候，最后还是把手弄到全部黑了。上次北海道有戴细胶手套，这次忘了戴。这一次的经验又比北海道更加纯熟，完全没有顺序错误的情况。先是把前后轮拿出来打气，然后我已经有经验了，之前有说过电芯活化。当你锂电池充满电，放着很久没有用，1整年的时候，你下次想要拿来用，看到满电的那个是假的。所以我也是先把前后轮做打气的动作，后轮只打到一半。如果是正常满电的情况下，是可以打4颗全满的。但是事前我就没有把这个电动打气总做充放气的动作，因为很大声啊。但也因为是先打气，所以我可以在煮车的过程中让我的电动打气总做充电。刚刚不是说我没有行动电源吗？为什么可以充电？这就是凡事都要有备案的重要性啊。我的主灯前灯5000毫安时的是可以做反向冲入的动作，等一下再把后轮剩下一半补满就好了。当然手动的打气筒我也有带，但是就懒得打啦。中场休息，我先来分享一下双流机场的心得。首先有提到，在中国的见警率非常高，所以我在煮车的时候我可以很专心，我不用一直去顾我的钱包、手机之类的。凡事都是一体两面的嘛。当你看到很多警察监视器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不自在，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安全。这次煮车的细节我就不拍了，只提几个重点。这一次我有换上个新踏板，因为这个踏板是我请车店在大保养的时候帮我装上去，结果拆车的时候发现，奇怪，它的内六角怎么需要这么大？我平常出门带的简易工具没有这么大的尺寸啊。后来在我另外一套生锈但是舍不得丢的活动式扳手组找到了一个小套筒，它刚好可以插进去锁这个踏板。再来就是前后轮的碟盘也换新了。其实我想说碟盘应该是蛮耐用的，可以再撑。结果车店一看，哇，不得了，它碟刹在刹车的地方已经垫得很薄，都快要跟它中间接点的地方剩下一点点，感觉要断了。川藏线可以说是全世界长上坡上上下下最为凶狠的地方，绝对不可能拿这样的碟盘去赌。如果在下坡的过程中碟盘一断，那是会直接把卡钳卡死，直接哇，不敢想象。最后再把行李挂上去，再把所有的螺丝检查一下，行李分类，切换成旅行模式。离开成都双流机场之后，就可以真正开始骑起来咯。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高海拔，再加上超级高的总爬升，所以我也不知道扛不扛得住，时间也有点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这一次的行程可能还要骑1天100公里才有办法，那就边骑边看情况啦。整体来说，在成都天府机场的垃圾桶旁边，室内煮车还蛮方便的。在中国确实也不用顾虑到这么多，在我煮的过程中，清洁人员也非常贴心热心的，就把我的纸箱全部都清掉了。开场白已经讲太多，等一下我们调整一下节奏，边骑的过程中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成都这个在秦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国度。真的要出发了，我们洗个手，装个水，下一站我们前往雅安，虽然今天还骑不到。看到地板上这个脚踏车的标示就安心啦。其实我出发前完全没有查中国是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只是靠左靠右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了啦。也因为这样的配置也已经骑得太熟悉了，所以我事前甚至也没有把货架装起来测试试装一下。目前在机场这边的道路当然骑起来非常好骑，
然后前面看到这一个是我逆向还是他逆向？就凡事都要适应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好事坏事，看到我现在脸上的表情就知道是兴奋的，也不用一直跟日本、台湾去相比哪边好哪边不好，要的就是这个崭新不一样嘛。旅行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其他的活腻的地方，应该跟台湾一样，红灯是不能右转的吧？能不能上人行道骑车我就不知道了，好像可以耶，有看到自行车的标示。直接右转了吗？大概也只有前面2天会有这样的烦恼啦。进到318之后就是一条路，等到过了雅安，真的进到318主要的山路部分，就只有一条路了。我都搞不清楚了，路牌的规则我觉得写得很详细。但是规则跟实际上的情形有点不一样。我事前就有听说中国的车子很爱扒，想说可能是山路小条，或者说市区车道拥挤，没办法嘛。我发现不是，扒是一个习惯。像现在市县道很宽广，几乎没有车，风吹过来很舒服。后面的车还是有扒我一声，也不是我做错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鼓励，然后还是提醒，反正就是喜欢扒一下这样子。跟我昨天对上海的感觉一模一样，在成都平原这边也是双向，每一项都是四线道，再加上现在右手边又有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所以大家都不会管你怎么骑，想停车就停车，想逆向就逆向，没什么人在管。这一次要骑的是318，一路走这一条 G108就会接上318了，骑了13公里，还没有累，但是有一点饿的感觉。虽然现在放眼望去都没有任何的商家，但我觉得中国的平原地带，我的观察有个特色，就是它是一区一区的。以走路来讲，这个距离有点太远，但是以骑脚踏车，大约每5公里每个小街区都会有个门面是商店街，有一些简单的吃的跟超商。在市郊骑车还不至于需要这么担心，那我为什么现在要停下来呢？先来做一下脚踝暖身一下，有做正波的右脚没什么问题，但是没有做正波的左脚开始有一些感觉了。其实昨天在走路就有感觉了啊，稍微让它暖身暖开一下，不要让它太早发作，后面还有好多坡要爬。眼前这个也是，就是你会发现太多变音了，所以你反而会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总归一句，安全最重要。不管你是对的错的，不要被车子撞到才是真的。虽然现在骑在独立出来的辅路上面，但是在路口还是会有水泥车右转。你也不要去想那些水泥车到底能不能右转，反正你往后看一下，确保安全再通过就对了。我的体感啊，绿灯不代表直行的绝对路权，不管是不是，都不要用命去赌，慢慢骑就好了。现在在旅行中，就这样子吹着风，骑着22公里的时速，慢慢骑。今天到哪里算哪里。从刚刚的成都双流机场到现在地铁沿线，再到等一下准备要进去的新津机场，沿途都是机场，所以也不用想着飞无人机。今天就是好好骑车就好了。本来前面1-2天就是适应为主，不要太在意里程。现在这个路骑起来又大又宽敞，虽然单调，但是也确实没什么好停的，所以就一路这样子骑下去，舒服。饿了，架个馆子吃东西，买个行动电源找一下。现在这个新津市区也是今天会骑到算是蛮大的都市了。后面就有个京东家电，里面肯定是有卖行动电源了。第一次在市区停车，我也是有点怕的，看到大家都没有锁车啦。但第一次嘛，我保险起见，我还是锁了车。但是车锁了，行李怎么办？对不对？现在我全身重要的家当全部放在里面，无人机、记忆卡什么的，少了任何一样，这一趟行程直接告吹，真的要很小心。你好，这边有没有卖行动电源？充电宝。充电宝没有哦，好，谢谢。想要找充电宝，这个有2.5万毫安时的吗？那我一个这一个，这样就可以了吗？哎，对，就可以了。好，谢谢。我一个香酥鸡柳煎饼。这边。是老板，我是员工。
大家看我好像熟门熟路的，一进去小米就说我要25000毫安时，有没有3C 认证？顺便看了一下瓦时，94瓦时可以上飞机没有问题。其实我在事前锁定的就是这一款行动电源，2万稍微有点少，大于25000又上不了飞机。这个就是我说的不知道在扒什么的意思。大家不要看这些市区，他们喇叭声按来按去，刚刚在郊区也是这样在按喇叭的。刚刚也是第一次吃到了一个13块钱人民币的煎饼果子，它有很多种口味，在 YouTube 常常可以看到移植的抖音影片。老板，我要一个超级大的煎饼果子，加10个鸡蛋，10根烤肠。以13块钱一个煎饼果子来说，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可能是我平常看太多10元管饱的东北饭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绝对算是好吃，而且在台湾没有吃到过的。外面有点像是润饼皮，涂上酸辣的酱汁，然后再铺上一层类似多利多汁的口感，最后再来几个炸鸡块，口味也没有这么重，有蔬菜，吃起来非常均衡，刚好吃一个可以撑2-3个小时没问题的这一种程度。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个点出发，哪里我也不知道，往雅安的方向骑咯 ，Go Go！不过讲真的啦，我也不会想要在这么多公安的注视下去对这一台车上下其手。我担心的是，因为这一台车没有写名字，出门在外人身安全第一，但是车子就像是第二生命一样，没了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根据天气预报，等一下晚一点有可能会下雨，但是这一阵雨不会持续太久，就是一个小小的锋面，快速掠过，这样的路骑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看到了身后的黄鹤楼，赶快停下来查了一下资料。不是故人西祠黄鹤楼里面的那一栋黄鹤楼，故人西祠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小时候唐诗背的滚瓜烂熟，长大之后就发现全部都串在一起了。老字号狼牙土豆，油炸串串，孜然的香味整个飘出来，好想来一个串。以我的经验猜测，我觉得雨不会下大。现在时间已经下午5点了，今天骑了33公里，感觉起来算是差不多的。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查住宿点的价格、位置在哪个市区之类的。反正我记得便宜的旅店沿线都有，就是200块还是300块这样的差别，不用计较那么多。第一天适应期，随心所欲，想骑就骑，不想骑就停。再看一下能不能摸到 G318的牌子咯。所以你不要怪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交通规则。像现在前面红灯能不能直走，我不太知道感觉是不行吧，对不对？我觉得有80%的人都没有停下来，反而快车道的汽车会比较守规则。单车旅游博主我也看了不少，除了刘委员以外，蛮多我都有看的。我一直很纳闷，中国这么大，景观这么漂亮，为什么很多旅游博主会选择在拍摄影片的时候点对点，省略掉路程，剪辑出来好像就是煮饭、搭帐篷、睡觉，没有风景。今天从成都骑出来的这段路，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虽然风景是漂亮，好骑是好骑，可是大部分的地方，以成都举例，就是成都平原。一望无际，长直线，一直骑而已，景色没有太多的色调变化。平原还算好咯，大家有在看委员的影片，阿里无人区、无人地带，一望无际的沙漠，骑个3、4天还骑不出去。不过大家放心，接下来的318为什么会被誉为此生必驾，就是因为它沿途景观的多样性，从海拔800公尺的雅安一路上升到海拔4000多，接着又要再下降上升，草原、冰川、沙漠、高山的景致，你全部都可以看得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318的原因。现在北京时间下午5点半，但是天色还蛮亮的。事前查资料，大约7点左右才会日落，因为这边是成都，在比较靠格林威治、靠近英国的地方，虽然还是统一使用北京的时区，但是大自然哪会理会这个规则？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一次的国道318之旅会比较晚日出，也比较晚日落。下午6点骑行了50公里，接下来再往下走会有一个大市区，马上就要到了。但是天还亮着，停车有点浪费日光的时间，不是我的作风，所以我刚刚也停下来查了一下 Trip 沿途，虽然在骑出市区过后再骑40公里，
还是有另外一家370块台币的便宜饭店。我猜骑到那边大约8、9点左右，洗洗澡、充个电、打网字，明天再看一下几点起床，时间应该差不多。就算骑不到那里，中途也有其他可以选择，甚至更便宜，270块。骑在这一条还没有进入到爬坡的路段，我个人是不太担心的，那就继续骑车咯。草莓食园有在卖草莓吗？那我买1笼。这个筐不用，我拿草莓就好。那为什么要夸草莓不让？哇，这一筐人民币10元，台币45块啊！那个筐还是送你的。中国一般生活的老百姓，我觉得真的是蛮友善的。我就说那个篮子筐不用了，还给他们，他们还可以再重复再利用。他反而是想到，如果没有这个筐，草莓会烂掉。可以感受到农村的人真的很单纯，没有心机，就是单纯想要赚点小钱这样子。呼应上一集所讲，我觉得文化真的是要实际体验、尝试看看才知道。在今天出发的时候，我一直说，奇怪，怎么看到一大堆人逆向？可是骑了一阵子之后，我观察发现，我觉得福路应该是可以正大光明逆向的，没有错。刚刚我骑了一大段，至少5到10公里，中间全都是分隔岛，没有任何斑马线，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到正向。经过了今天半天实际的骑乘之后，我现在反而觉得辅道本来就是给轻型车辆稍微逆向用的。如果不逆向，我还真的想不到有什么正规的方式。当然，闯红灯另当别论。虽然逆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福路应该没有赦免这种大路口直接闯红灯哦。也要去超市买一些正经的干粮储备啦，要在这个县城稍微补给一下，不然出去之后下个点在哪边我还没有查。存粮的储备不要开玩笑，没了就是没了，就是骑不动。要不要哭的？好，一个，这缺17，这个，好 ，OK。3条饼干，还有1盒巧克力派，人民币17块，这个物价算很便宜啦。其实我很想休息了，吃个饭去住电竞旅店了，但是天就是还没黑，天空现在也飘着毛毛雨，肚子是有点饿的，还不想吃干粮的方式，想要找一下有没有小馆可以吃点便宜的饭，总有买吃的地方了吧？这边人这么多。查到比较近的饭店的话，再骑6.7公里，然后前面有一个坡。在旅行当中，因为很忙，所以我也懒得去查它的总爬升之类的。可是这个时候有了 Brighton 810的时候，现在他就直接告诉我，再骑120公尺就会接近到前面的坡段。前面的坡需要往上爬75公尺，一个大鼓山的量，那我就很放心了，也不用停下来找吃的，整个过程都是不需要联网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回去把这一台 S810连上电脑一看，发现哇，原来里面有整整25GB 的图资，收录了台湾、中国，还有一些热门国家。冷门国家你也可以用软体去同步下载图资，把所有的图资全部塞进去，这就是这台主机不需要联网的秘密。现在的坡度大约6%，踩起来还算 OK， 这只是一个坡顶75公尺的坡，以后都是2、3千公尺计算的。虽然在 G318 国道上补给非常的充分，但是体力的分配你还是要拿捏好。在高海拔的爬坡，一次冒进，一次策略失误，你可能需要用1、2天的时间好好休息，才能去弥补这个缺憾。都7点半了，怎么还不天黑？感觉这个气色大概8点半才会完全天黑哦。距离刚刚讲到的酒店只剩下前面1.5公里了，我觉得就不要骑下去了啦。今天要做的事情还不少，有很多东西要充电，还没吃晚饭，衣服也不知道要不要洗。重点是我现在是很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饭。价格便宜，菜量大，老饭店了，很实惠。预估价格1个人31块人民币，
试试看吧。几个？一个人。一个人啊？对。啊，多嘛？鱼香肉丝哈。对。好，这个有附白饭吗？我们是碗碗饭，好啊。不加辣。对鱼香肉丝。对，不加辣。你是一点海椒都不能吃吗？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可以啊。对。哦，那不是很来的。对。好，现在在土地坡交通饭店这边吃了一份鱼香肉丝，20块，还加白饭。短影音里面东北饭包，老板我要一个鱼香肉丝，我都很好奇什么是鱼香肉丝。其实我吃完我还是不知道，吃起来蛮清爽的感觉，可以中和掉油腻的感觉。所以像刚刚那一盘底下全是油，但是我还是可以很轻松的把整碟吃完。好险我有特别提醒老板娘说不要加辣，加一点点就好了。现在也可以看到 G318国道上已经全部天黑了。其实刚刚在点餐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啊，预定了附近的饭店，它其实就在国道的里面一点点而已，过个马路就到了。折合台币250块，住起来真的是便宜。相较于昨天虹桥市区，这一次的250块是有个人的一间大房间，所以可以自由舒舒服服的充电啊、讲话、录个旁白。因为一开始状态还没有调整好，没睡饱、没热身，脚有点酸。早上都在搭飞机，前面2/3的骑程完完全全就是靠肾上腺素新鲜感，让我骑的完全没有感觉。可是，一到最后2个小时，甚至要爬坡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脚酸啊，进度也比较慢，没有像前面一样随便骑就均速25。没关系，这是旅程每次前期都会经历的阶段，通常我需要3到4天来适应。但是以川藏线来说，我可能要把这个适应的时间拉长，因为接下来就是长爬坡、高海拔，你可能还没有恢复，你就消耗到淋漓尽致了。当然啦，现在讲这个还太早，明天才会到雅安，雅安过后才要开始正式正经的爬坡，所以今天晚上也要好好的做好资料了。相信大家也看到刚刚点餐之间跟老板娘之间的互动，其实都很正常。非常友善，非常热情。出来旅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温馨暖心的互动。风金三国，醇酒飘香自卧龙。只有真正骑过来，你才知道原来有这个小镇。只有真正骑脚踏车经过这一段路，你才可以闻到这一股酒香味。你订了没有？有一个写英文的，是不是我刚才没看到剧单啊？他打电话来，我没听到，哦，取消了，还是就直接现场现场结账也行嘛。好啊，反正你订多少就给我少多少就行了。听到，我说怎么剧单了？我这个怎么不要呢？刚闪一下而已。要充一下电，那条白色的线，小的那一端，那个头不对，有没有另外一条白色的线？我一次都没充过这个电，可能接个豆腐头或者电脑都可以。这个就行了。OK。鱼子嘛，白天就吃了嘛，我放在这儿都是给客人吃的。这个我们是这个地方，我们是产区，我们这边就产这个猕猴桃、哈巴干，还有茶叶，我们这个地方的特产。好吃。好吃吗？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谢谢。哎，还是不亮呢，我把它关机一下看一下。好啊。关一下，大眼看看一下。够了，谢谢。那个是大的，这个是金苹果，这没事。这种就相当于你吃的那个黄糖。对嘛，没事。我拿一个。吃嘛，没事。你吃饱都无所谓，我们这边多的去了。吃饱了。是我家自己地里的。好，谢谢。你打怎么样？你们家也养这种吗？没有养。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开放了嘛，好多老年人啊都要去你们那边玩一下，去看你们那边只看高楼。明星大楼，没事吃不下。你明天又吃，拿着，明天又吃，明天走的时候再带几个走，没事，我这不出钱的，自己家里面的。好，谢谢。不用。放热水的时候你要多放一会儿啊。好了，那现在时间晚上9点，不要觉得很早，我还没拉屎，还没洗衣服，电才刚充，水果还没吃，网志还没有打，可能12点才能睡了。明天闹钟调个6点好了。因为我观察了，大概8点钟是日落，早上我猜可能6点半、7点之间太阳才升起来，不用开灯可以骑车的程度。不管是新津还是现在住的奇来也好，你真的要说很乡下吗？我觉得没有哦，距离双流机场只有70公里。我之前是有听说中国有分城市居民跟农民，两者之间的待遇好像有一些些微的不同。我们就先不管制度面，我们就从这个草莓出发。你看这一个满满的草莓10块
块钱人民币，还加这个篮子。在我们边旅游边感叹物价便宜的时候，其实你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想，这一区的人可以怎么赚钱？整栋古色古香的民宿，现在只有我的房间是亮着，还有1楼2桌打麻将的。住宿250块台币就算了，水果免费拿，免费吃。250块，我觉得连电费、整理的人工费，搞不好就没什么赚头。就算同样是在中国城市、县城、市郊，再到真正的郊区，每个地方的环境、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物价、生活方式也绝对不同。我相信大家在地理课本里面大概只记得秦岭、淮河、长江、黄河、金金堂、珠江三角洲、内蒙古之类的广泛的知识，但是你实际过来旅行，待上一大段时间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完全不一样，你自己也会有所启发。我相信这份人与人的交流也是绝对不亚于318接下来要带给我的壮丽风景，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以及宝贵的经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说台港澳要到中国住宿会有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困难在哪边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这次是我亲自操作那个系统，自己办 check in 的啊。实际操作系统之后，我觉得官方没有什么阻碍，你只要 key 证件号码，然后挑区域，难的是它挑区域好像不能用手 key 的，所以你要在一大串列表里面找到澳门、香港，所以很多老人家不会用的就会卡在那边。经过实测之后，官方是对于这个系统没有限制的，就是单纯住宿方愿不愿意接待，会不会操作系统而已。开始骑乘的第一天一定有很多心得感想感受，回去我们再用旁白介绍梳理这份情绪。我们废话就不要多说，把握旅行的当下，把时间花得淋漓尽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打网志，同时也要谢谢所有留言的观众。哇，我看到一大堆留言，原本想说点个赞就好了，但是最后还是抽空一笔一笔的，至少回一句谢谢啊。那我们今天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也接上了 G318 公路的 Day 1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明天我们在中途就会前往雅江，接下来就要开始真正的爬坡，也有机会去飞空拍机了。便宜舒适的环境，好好休息，好好享受。我们明天川藏线 Day 2就让大家见识一下318真正恐怖，开始进入爬坡的路段咯。我是雷哥，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拜拜。